用截拳道打 UFC 到底会怎样？残酷的真相是，原教旨大师进八角笼，一回合就会被按在地上暴揍。今天不吹不黑，用 UFC 真实比赛记录，带你看清为什么李小龙的继承者不敢打综合格斗。看完这期，彻底撕开传武神话的遮羞布。时间倒回1995年 UFC 5，史上首位截拳道选手托德麦迪纳登台，很多人拿他当截拳道能打的证据，但结果呢？他一胜一负，赢是靠粗糙的摔跤，输也是因为被按在地上暴锤。全程没有截拳道标志性的寸劲，没有侧踹，更没有电影里的华丽连招。你以为他是在藏招？别骗自己了，更扎心的事实还在后面。很多国内大师天天背李小龙语录，讲什么以无限为有限，以无法为有法。但在八角笼里，对手100公斤的抱摔砸过来时，李小龙可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替你打。擂台只认实打实的击打与降服，不认你的哲学有多深奥。但奇怪的是，那些真正赶上擂台的截拳道选手，为什么反而被国内门派骂成欺师灭祖？因为所有赶进八角笼的选手练的全是概念派截拳道，他们早就老老实实去补了巴西柔术、摔跤和泰拳，而标榜正宗的原传截拳道为什么不打？一句话说透，根本打不赢。在现代 MMA 的高压冲撞和地面压制面前，没有地面技术的传统站立打法就是待宰羔羊。难道说李小龙的截拳道真的落后了吗？其实恰恰相反，李小龙当年之所以厉害，核心在于他打破门派壁垒，吃透了同时代的格斗信息差。但30年过去了，全世界的格斗精英都在博采众长，疯狂迭代。时代在进步，李小龙绝不是世界上唯一刻苦聪明的人。想要真正理解实战格斗，立刻做这3件事：第一，撕掉神话滤镜，承认现代 MMA 在体系上的全面领先；第二，必须补齐摔柔短板，没有地面防守就没有战力输出；第三，继承李小龙吸收有用、摒弃无用的核心思维，而不是盲目模仿他的外在招式。记住，不是截拳道打不了综合格斗，而是躺在过去吹牛的假大师，连八角笼的大门都迈不进去。